大家好，关于夏季种植，除了气温比较高之外，另一个最大的麻烦是容易下雨，而下雨后紧接着大太阳，又是另一种挑战。在下雨前，先行将防虫网内部进行除草与简单松土。这些紫薇小白菜，因为想让它长到半结球的状态，因此间距拉得比较远。现在外叶长相虽然不上相但因为是要吃菜梗的部位，倒是无妨。要解决土壤板结、根系不透气的问题，在雨后做个简单松土是一种补救办法。而下雨前顺道除草会比较方便，可以避免雨后除草容易带土由于气象预报说已经有台风生成，这跟去年的时间点又有了明显的不同。去年却是到11月还有台风，这算是很大的提示或警示空心菜、地瓜叶、苋菜等水菜呢，还没有种植的观众朋友得出手种植了。而这没有移植完的豇豆已经在网子内爬藤因应气候的变化呢，这几颗有雪中送炭的效果，整理菜地时就顺道进行移植。这在雨季缺菜时送人时就会很有感不过这整理的过程其实是要用到育苗草。至于这内部的冬季高丽菜呢，还愿意生长就让它生长只是天气太热了，下雨过后大概得补个遮阳网，不然光水分的提供就很困扰。整理完毕再盖上防虫网，多少还有避免被雨水打坏的效果。至于现在的天气有多热，就来看一下转场的影片。这只躲在七里香内睡觉的树蛙呢，真的睡得有够熟。1个小时前就发现它，就这样抱着树干睡都已经下午要6点了，是要养精蓄锐，为晚上猎食储存体力，或是被高温给热晕了。连续下了近1天的雨后呢，这不算旱灾，更提不上农损。下雨巡视的目的只是要看一下哪些地方需要调整，而这雨后最大的帮助算是降温1-2天降温的效果已经对小白菜有很大的帮助。这紫薇小白菜气色有转好的现象。风雨无阻的隔壁小黑，你是要提醒隐形农损吗？这批赶上雨水的百香果花呢，真的是天生反骨硬是要选择在下雨时开花。整日下雨的结果，这些花应该都只会是花，结不了果。不过这也提醒，新的一波花又要开了。这在有午后雷阵雨的区域呢，最好要多做人工授粉，来拉高结果率。而墙外这被风吹倒的玉米，如果有空间让它倒塌呢，建议就别推起来，会比较好。最后，这些是这一草采收的芦笋。芦笋汰换母茎的速度可以很快，上星期重新留下来的母茎已经又长这么高了。这只要等雨后再修剪矮化，汰换母茎就算完成了。以上简短进度分享，谢谢收看。